当年灵王府那场大火，花家有人亲眼目睹过。我去花家，是为了查找线索。妍希，你对伯父一直都是这般诚实。我跟黄伯父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哎，去忙吧。黄伯父，那些书信我可否悄悄放回去，免得花家怀疑？好，长青。是。原样奉还，一张都没少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既然这些信无关利害，那么除了太后跟老夫人，它对别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我请示了一下，就拿回来了。你是在生气吗？上一次你同我生气，是知道我是芍药哥哥那次。每次你生气都是不说话的吗？反正你是七秀司的探子，你管我生不生气？我还希望东家早日消气，好继续给我发月钱呢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也要问。你问吧。你是得罪了七秀司的上司吗？为什么被派来花家做这份差事？既没有油水，也没有功劳。我是自愿来的，因为芍药，还有你。那你就是为了钱？那要是为了钱的话，我也可以养芍药啊，我也可以养。可以养我。花枝，我不是为了钱，可我必须留在七秀司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有什么不能说的理由？因为我消灭的那个人，对我恩情深重，也是待我最亲的人。那这件事情结束以后，你是要走吗？还是可以继续留下？你想让我继续留下来吗？其实这次我来，还要查一件灵王府的旧案。有一年上元节，华公去府里辞行，灵王妃薨逝了，身边跟这个小书童。你可知道那小书童的下落？祖父身边从来都没有什么小书童啊。那时你还小，不记得也是正常的。跟在祖父身边的一直是我。是你？那一年是我跟着祖父去的灵王府辞行，正巧碰上府里大火。竟然是你！查找吧，鼻涕掉衣裳上了。我是跟着花御史来的，御史奉旨要离京，我也要走了。怎么了？前晚有个嬷嬷去过王妃那儿，然后把你领了出来。你可记得她长什么样子？这里离花园很近，你来得及赏烟花。陈嬷嬷，你认得路，就顺道带她去花园吧。是娘娘。大阪是见了一个嬷嬷，但是太多年了，我不太记得她的样子了。她的模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若是想起什么，我一定告诉你。你若是要离开，也一定要提前同我说。你还信任我吗？还想让我继续留下？那护院的事情，孩子们的课怎么办？可我是七秀司的人，你们不怕我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要是监视花家的是别人，还不一定有你强。我去把信还给祖母。花枝，谢谢你。你胆敢骗我！我明明叫你走远些。我的确走开了呀，这里已经够远了。我伸长了胳膊想跟你擦眼泪也够不着。
我想来看看他，可我不敢。小哥哥不要紧，我陪你一起过去。你不怕吗？我胆子很大的。使劲！娘！你们几个干嘛？不是说了一拍两散吗？好兄弟哪有隔夜仇嘛？就是啊，打架的时候不说是好兄弟。杨内这话说的，平日里也就咱们几个厮混在一处，除了我们也没人陪你玩了，不是？是啊。哎，杨内，你也叫人打了，我才叫花家干的。这不行，这不得去德兴楼整上2斤花雕来压压惊。听说新来了吐火罗的5月班子，走吧，沈衙内。走。哎，不得了了，杨内，你被这小池子缠上了。不枉咱们衙内演的那出英雄救美呀！不是英雄救美，是英雄救傻妞，还好心没好报，让人打了一顿。你怎么又和这些坏人一起玩？你脸上伤怎么又多了？哎呀，要你管啊！赶紧走。可是花姐姐说……算了，这给你，我走了。衙内还送你桃呢，把你当猴吧。你们找谁啊？你谁呀？你又是谁呀？我花家的。好好说，撒开！你们怎么受伤了？是这火烧的吧？对，你看看，我们要见花大小姐，让她给我滚出来！对，滚出来！出来！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我不帮你们。你不让走！姑娘，不好了，外头10几个人等着说要见你。先别激动激动他们，咱们去看看。你要不要多叫几个人呀？走。各位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冷静一下，我是花家的当家，大家有什么事情同我说。他们受伤了。你既是当家人，就把欠他的水花钱都吐出来！对，花家从不拖欠工钱，请问大家是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工？别提他狡辩，黑心肠的就是想赖账！闭嘴！没事吧？有机会，赶紧回去。还打人！给钱！大家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花大姑娘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是给花家铺子出力的，这受了伤，一没给工钱，二没给药费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才找上门的。就是啊，实在是是呀。你们是萧石作坊的工人？正是。花家向来是当日工钱当日结算，怎么会拖到今日？我先向你们赔个不是。花季向来以诚信为本，绝不会自毁口碑，请大家相信我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今日一定查出个原委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
啊？要钱？那今日我们就信花姑娘一回。怎么会没结工钱？上个月已经在账上支出这笔钱了，还是夏明亲自送过去的。夏明是谁？夫人，他跑了，夏明他跑了，账上的钱全都没了。好不容易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卖吃食，才攒了这么一点钱。我的不育还在北地受着苦呢，这么一下子便全交出去了。三婶，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咱们先想想办法吧。我知道，是我犯了大错。我想着多个人多一份助力，没想到我招来了豺狼了。对不起诸位，是家中出了内贼。上个月萧氏工坊一共是14位工人，每人3200钱，总共是44800钱。你算的是这个数吧？这些钱都在这里了，大家可以拿去数一数。没来的兄弟，请为代理。看看，终于拿到工钱了，这回回家可算有个交代了。哎，仔细看看，别少了啊！另外这里还有1500钱，500钱是给大家的利息，请大家喝杯酒。剩下的1000钱是给大家的医药费。我家里也有一位女医师，医术很高明，若是愿意免费看诊。免费看诊啊！免费的，太好了！是我监管不周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多谢当家人。日后若是有肉能去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咱们要尽心尽力啊！谢谢当家人。买硝石矿做什么？我本来租了一个工坊制硝，想等天气热了以后制馅冰做冰镇果子。但我这几日实在是太忙了，没顾得上，就出了这样的事。硝石一人，作坊里千万要小心。我会叫迎春他们多叮嘱些的。但这些工人其实也累，你看这大热天的，身上跟结了霜一样。这个我亲眼看到，在那漆黑的砖瓦上结着一层白霜，竟是娘娘的冤魂不散，在显灵啊！硝石，硝石怎么了？那场火灾如此暴烈，是因为硝石，所以下过雨后，废墟里才会留下白霜似的痕迹。你去哪儿？回来我同你解释。头，你找我？查个事情。灵王府下面有许多庄子，我记得其中一家擅制花灯，而且山上盛产硝石，每年王府的烟花爆竹及花灯，都是他们进贡的。我这就去办。这10几年来，在灵王府做过工的嬷嬷，翻来覆去的查烂，我却没想到，上元节会出现在府里的不光王府的奴婢，还有庄子上送礼的人。又没钱交租，今年的租子要交不上的话，爹别挣了，把欠老娘的账给还了，带着你家孩子老婆该滚哪滚哪去。好的，太太，我一定交，我一定交。哎，陈家嬷嬷，你是？
畜生！你跑啊！你跑啊！你再跑！你当你跑回老家，我就拿不住你吗？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大小姐。我呸！你还有脸喊我大小姐？你这个被逐的阿达畜生！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。我也是鬼迷心窍，每天有这么多现钱经过我的手，我也是一时糊涂啊，大小姐。拿着花家的钱去逛窑子，短短1个月就砸了几百贯，那可是我伯姨的赎命钱呢。你和你那个相好，若不把我的钱吐出来，明儿一早我就把你们送去见官，顺便把你们的丑事写成大字贴进祠堂里。你便是死了，也没脸进祖坟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就让给我拖出去的。打完以后押去流水街找那个婆娘要钱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，大小姐。夫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已经4更天了，你快睡会儿吧。我哪睡得着啊？还有一屁股的账没理清楚呢。我不理清楚的话，我哪知道夏明那畜生偷了老娘多少钱呢？这不熬个3、5天，是理不清的。夫人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会有人啊？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夏明的账是大姑娘让你算的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白日看见夫人您在院子里哭，您教过我，我想帮您理账。忙活了半宿，就算了这几个呀！你这手啊，真的比鸡爪子还要笨。看清楚了吗？以后要是算错了、算差了，还得挨打。你怕不怕？怕的话就别吃这碗饭。你当我是一生下来就会打着算盘珠子吗？也是打出来的。小时候错一步挨10下，大冬天这手上全是裂口子，长都长不上。到哪天你不挨打了，也就出师了。还不快坐下来，陪我算账！夫人，您用点参汤在干嘛？也不急在这1日2日的，您就歇一会儿吧。今天或许是最后一天了。啊？我想清楚了，把这些账算清楚了，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还给侄儿。他不要您管账了吗？捅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，我还哪有脸干下去啊？难道我还要等他开口撵我走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这天都亮了。回去吧。是。三婶，你一宿没睡啊？啊，我熬惯了，没关系的。面秋丫头也陪我熬了一宿，刚刚才回去睡呢。侄儿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当初鬼迷了心窍，
早知今日，我就不管这步子了。如果都交给你的话，根本就不会出这么大的篓子。这交给谁也不能保证不出错呀。你是生意人出身，肯定比我更清楚。这做生意最容易的就是亏钱，这人心隔着肚皮，看错人也是难免的。你不怪我。那日那句话你说对了，这多一个人多一份助力，以后啊，咱们家的生意只会越做越大。光靠你和我肯定是不行的，就算你不招人，我也会招几个人。只是要劳烦三夫人做这个管账的将军，带着大家冲锋陷阵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事的，谢谢。你们都是什么人呢？抓我这老婆子做什么呀？老太婆，这儿是齐秀司，你知道吧？这儿来的人多，能出去的可没几个。嬷嬷，你之前住在陈家庄，靠卖硝石跟做花灯为生，后来发了笔横财，举家迁去了外地，做了个地主婆。我就是个乡下婆子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就不跟你废话了。嬷嬷，你就一个独子，名叫陈大瑞，是不是？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若是你想不起来，我就把令郎抓来，把他的肉一刀一刀的剐下来，兴许你就想起来了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承天9年上元节，灵王府兰苑那场火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？你给我原原本本说个明白。我都是被逼的，我都是被逼的。王妃娘娘，这些是今年庄上新制的花灯，今日上元佳节，特来呈给娘娘。王爷可赏过了？王爷和萧妃那里都送了。王爷说，娘娘独居无趣，特叫老奴多拿些灯笼来，添些热闹。多谢嬷嬷了，这儿有些赏钱和点心，你都拿去吧。今日佳节，你也早些回去，家人团聚。多谢娘娘。来，小郎君，你这是要去何处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想去花园里观灯，看烟花。看到这儿有许多灯，便进来了。这里好像不是花园。没关系，这里离花园很近，你来得及赏烟花。陈嬷嬷，你认得路，就顺道带她去花园吧。是娘娘。那些灯笼都让你动了手脚。灯笼里藏的都是硝石和木炭，蜡烛里合了安息香，烧起来人便会昏昏欲睡。待蜡烛烧到引线上，便会炸开来，炸到哪里便会烧到哪里。王妃，里面火太大了，不能进去。王妃，刘姐姐，不能进啊！王妃，王妃，你不能去啊！王妃，不能进啊！刘姐姐，后面的快点水！刘姐姐，我做了错事，今日偿命，我没有什么怨言。但是我的儿子他是无辜的。嬷嬷，你真是爱子心切呀！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害死的也是一个母亲，她女儿还在她怀里。
你跟先王妃无怨无仇，谁让你做的？我不能说，我说了，大人的命就没了。说出来，我保他的命。希儿回来了。走吧。我早就料到，终究会有这么一天。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好久。那个嬷嬷说，是你拿他儿子逼他，叫他治了那些消失灯笼。希儿，你恨我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待我跟芍药视如己出，自觉子嗣也并非虚假。我戍边这些年，也是你替我照顾芍药，带她治病。我确实把你和芍药当作是自己的孩子，只是你害死了他们的母亲。这并不矛盾啊。我说了，你可能不相信。我不恨你母亲，甚至于我有的时候很想她。那把火着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冲进火里想要去救她，可是火实在是太大。热姐姐把芍药推给我，她让我抱着孩子先跑。我抱起芍药来往前冲的时候，那个柱子就砸了下来。我用手一挡，那柱子砸在我身上。我想起姐姐对我的好，自我入府以来，只要我喜欢的东西，她都给我了，待我像亲姐妹一样。她赠我首饰钗裙，送我书卷字画，还有这根簪子。也是他送我的，我一直戴在身上，舍不得摘下来。可惜，我跟他嫁了同一个人，他是名媒正娶，而我呢，一顶小轿，悄悄抬进了侧门。只因为我的父亲想要攀附王爷。那个时候人人都说，王爷可能会当太子。隔年，官家就登基当了皇帝，真是一笔倒了霉的亏本买卖。而我却真心地爱上了王爷。可即便如此，柔姐姐一点都没有怪我，她对我一如既往。她本不该死，像她这样的人，本应该一世平安，长寿白头。都怪她的好父亲，好兄长，为什么要谋反？有这样一个父兄谋反、抄家灭祖的王妃，王爷是会被逼上绝路的。只要她一日是王妃，王爷就一日寝食难安，辗转反侧。即便他从此远离朝廷，隐居到深山野林，官家也不会放过他的。王爷本就心软。他不会休了柔姐姐，更不会杀了她。那么，
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做。只要他死了，王爷就安全了。反正柔姐姐她也不喜欢王爷，她不稀罕跟他死后同灵同葬，那么就让给我吧，让我来做这个王妃，让我跟王爷生同寝，死同葬。对不起，柔姐姐，对不起你和芍药，此生我也负了王爷，我不能跟他白首了。小儿，你杀了我吧。你救了芍药一命，我还你一命，但这辈子别想踏出这半步。哥哥他怎么突然走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哥哥一定是去忙别的事情了，忙完就回来了。刚才路过的时候好像看见那个小吃子了。你躲什么？他不想见到我，上次还让我走。你眼花了吧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夫人，姑奶奶来了。贤儿又来了，走，咱们去迎迎她。不是二姑奶奶，是大姑奶奶来了，直奔着老夫人的屋子就去了。哎呀，我一宿没睡，眼睛直冒金星。大嫂、二嫂，还是你们去吧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三嫂，我就没见你怕过谁，怎么花镜一来你就头晕眼花的装病呢？我夏金娥怕过谁啊？她花镜三头六臂啊，只不过是癞蛤蟆落脚面上，徒增恶心罢了。依我看啊，你们两个也别去，耳朵一捂，只当不知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母亲，瞧瞧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。来便来了，何必破费？母亲，这点子钱还是花得起的。这茶呀，您尝尝，是程祖托人特意从建州带来，孝敬您的。他孝敬我的。近日他对你如何？程祖家里人多事多，脾气自然也就大了些，不过对我是不错的。只不过女儿想着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这些年也只给程祖生了浩儿这么一个儿子，是时候该给他找一个年轻贴心、知冷知热的，多少也能替我分担着些。说不定程祖一高兴，脾气也就好了呢。他们家小妾还少吗？说到底也都不是自己人，哪能同我一条心呀？母亲，我想向您讨个人。不行。母亲，我这还没说是谁呢。您身边这些丫鬟呀，我一个都不要，我要福东那丫头。听说有一手好厨艺，前几日程祖在铺子里见过她，说是人长得精神，干活也麻利。我想着，若是想都别想。母
亲，您何必一口咬死？只不过是一个丫鬟而已。那是纸丫头房里的人。母亲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您老啊，现在还健在，这家里大事儿小事儿哪个您做不了主啊？您就把福东那丫头给了我，也随了成祖的意，这样女儿日后日子还能好过一些。母亲，你竟然想着把侄女房里的丫鬟送给你的夫君做小妾，如此荒唐的事你也想得出？不过是一个丫鬟而已，几十贯钱买来的，我还嫌贵，您还不舍得给了。说来说去啊，您如今就是偏疼花枝，不将我这个女儿放在心上罢了。我若不将你放在心上，你每次来信何曾落空过？我那提起钱都补给谁了？哪有几个钱？我还不是照样被城祖打？我大老远过来问您要个奴婢，您都不舍得给我，还跟我谈什么体恤啊？我看您今日啊，是想让我回去再挨一顿好的。他只是剜我的心。大姑奶奶，您就少说两句吧。老夫人一心挂念着你，想着你从小身体不好，对你疼爱有加。你少说两句吧。我为谁受的苦？我还不是为了花家。若不是花家倒了事，我能被他宋家一家老小欺负到头上来，现在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啊！是花家连累你了是吗？你自幼不缺吃穿用度，享受花家尊荣，如今就该受花家之苦。咱们受难的时候，何曾有一分连累他？我是不是嘱咐家人不去打扰他？这如今刚进城几天，你就跑回来，又要钱又要人。母亲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现在竟然说到像我不是东西一样。怕了，我现在就回宋家，就算被打死，也是我活该。你走！老夫人，你别动气，老夫人。啊，老夫人，你千万别动气呀！啊，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？老夫人。哎，大姑奶奶怎么来了？姑母，未出嫁的姑娘就是好呀，连身边的丫鬟都成宝了。我这个外嫁女，竟成了草了。姑母何出此言？我倒要看看，你能风光到几时？大姑奶奶，我家姑娘哪儿得罪你了？说话这么难听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家主子没教你什么是规矩吗？哎，花家是讲理的地方，你不能在这打人。什么玩意儿？四婶，小芍药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快去给老夫人逗逗乐子。大姑奶奶回来一趟，老夫人饭也不吃了。哎，我这就去，我也去看看。哎，侄儿你就别去了，说起来，今儿这事儿还与你有关呢。我？哎呀，老夫人，老夫人从前那样疼大姑奶奶，在家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去了宋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？可是自打咱们花家出了事儿，就变成现在这样。自小被我当眼珠子似的疼着护着，本就比别人娇宠。宋家门第不高，可她偏要嫁，我就想陪着山一样的嫁妆，便是看在花家的官位上，也不敢给她弃手。大姑子应该也有她的难处吧？我猜想，是不是因为咱们家的事儿，
他受了连累，在那宋家那些妯娌啊、姨娘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才会想了这么一个法子呢。可他这也是自讨苦吃啊！即便傅东真嫁了去，那宋晨祖只会对他更另眼相待了。太墨，哎，呀，少又回来了。太墨，我给你带了新出炉的糖炒栗子，还热乎的。哎，别烫着你！我给你剥。别烫着啊！好吃，甜，好吃。你也吃啊！大姑奶奶真是不管人死活，就他们两口子那脾性，福东若是真去当姨娘，那还不得被他们扒掉一层皮呀？福东，姑娘，我都听说了，我说是宋家的姨娘。福东，姑娘，我都听说了，我说是宋家的姨娘，就是宋家的正头娘子，我也不做。福东，你起来，快起来！我从小便像牲口一样，被人卖来卖去，如今好不容易才像个人了。我宁愿一辈子在花家做牛做马，也不去给他们送嫁。谁说让你去宋家了？谁说让你做牛做马了？那日三夫人要卖人，我就答应过你们，无论是你、迎春还是鲍夏，只要你们想跟着我，我就不会丢下你们。你呢，只管安安心心的待在厨房。要是大姑奶奶再来，我去见她。有姑娘在呢，放心啊。头儿，从昨天这会儿到今日，您滴水未进，好歹喝口热的，别把自己熬坏了。四婶，萧氏自杀了。得成闭目，何辞死？愿作鸳鸯，不羡仙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来打扰我清修。是妍希回来了。这间产房可是王府难得的清净地，难怪父亲整日闭门不出的。你若是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来陪爹爹一起打坐、念经。刚才齐秀司前来传递消息，说那个萧妃的……我知道。你已经知道了。既然萧氏已经死了，父亲何不安排人把他的尸首给接回来？这等奸邪的妇人，死便去死吧，怎么能不让他污染了我灵王府的门槛呢？殿下，既然你母亲已经沉冤得雪了，从今往后，你我父子二人一定要多多诵经，替你母亲祈福啊！好。不过我刚好有事想问你，周家咒你起兵谋反的事情，官家知道吗？
贱人告诉你的？你信他的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他都写出来了。哼！你慌了，猜到我是七秀司时，以为这是他供出你的证词，可惜你想错了。他到死都一句话没有说，到死都一直在包庇你。我只是炸了你一下。怎么？你想揭发你老子？你每日诵经，是为了让自己多点心安吗？当年，周家手握重兵，你娶我母亲为妻，想要借此争夺皇储。等黄伯父继位，你害怕猜忌报复，于是劝说外公救父起兵，可以招兵败。满门抄斩，你却撇了个干干净净。我母亲亲族尽死，你又利用那个爱你爱的发疯的萧氏，替你杀了我母亲。他还不够狠，没能将陈嬷嬷一家人灭口。毕竟这一点，我想他远不如你。因为你连亲女儿都不肯放过，董大刚要报信，便让你灭口。芍药若不是命大，恐怕也早已葬身火海。我猜，后来你不再追杀他，是发现你派出的死士无一成功，猜出了我就是七秀司使，再加上芍药什么都不知道，否则我接他回去之后，也不再会心平气和地跟你聊天了，对吗？这七秀司向来都是冤枉好人，阴谋诡计，现在连你也沾染上这种毛病。是，方才我说的这些，只能是栽赃。你堂堂灵王，怎么可能手染鲜血，杀妻子？你住口！怎么可能就消失一个柔弱的妇人，心甘情愿成为一把杀人的刀？我可是你父亲！我宁愿永远都没有你这个父亲。王爷，宫里的长枪内国来了。问王爷安。官家听闻周妃闲醉多年，今朝得雪，怕王爷伤心，特请入宫一叙。这么快，他便已知晓了。世子殿下，长卿。我随你一同入宫。官家说只请王爷入宫，世子要去，奴婢拦不住。只是官家见不见世子，奴婢就不知道了。我知道，走。行了，去吧，回去吧。世子，陛下不召见我吗？奴婢传陛下口谕，
将世子带到圣阁，禁闭思过。世子，走吧。希儿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当年的辩论，是皇家最为隐秘的丑事，那是一道旧疤。想要掩埋它的，不只是我，承禄宫里的那位，恐怕更不愿意旧事重提。小耀，你做梦了？我梦到我哥了，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我没见他那样。梦都是相反的，啊？我哥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他为什么就没来看我呢？我害怕。妍希，你去了哪里？妍希，你可知错呀？臣不知何错之有。今日罚你与对错无关，是你心中无君臣父子四字。灵王再不济，他也是你生父。你心中若无纲常，今日你敢忤逆你父亲，来日就敢忤逆朕。萧妃的事我也听说了，你查明了原委，他也偿了命。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到此为止吧。行不行啊？是。忍这个字从来都不容易。你是灵王世子，又是七秀刺史，万不可感情用事。天大的不能忍，你也得忍。臣谨记。这几日你便留在圣阁吧，好好想想伯父的话，希望你能想明白。过几日伯父再来看你。姑娘，这是西山果农一早给您送过来的，说您看着这棵足不出户，也能知道山上的苹果红了多少，到时候一定同他们去买。倒是有心了。哎，华夏，你去找些油纸来。啊？姑娘啊，这字儿真能贴在果子上吗？是啊，等这些果子多晒晒太阳，都变成红色的了。唯独这贴纸的地方还是青色的，这字就显出来了。啊，那就是每个果子上都有一个字。等果子熟了，放进盒子里去卖，买家凭手气，也图个喜庆。哎呀，这个办法真好！等到时候咱们家果子熟了，别人家小学都学不去了。咱贴完这个，再把院里的全都给贴上。那我就贴个福禄寿吧，等能摘的时候送给老祖宗尝尝。那我就给李哥写个魁字，图个好口彩。不过这字儿怎么笔画这么多呀？哎呀，这剪子怎么不好用？大嫂，我帮你吧，就剪个平安，怎么样？行，你剪，我写。平安，姑娘，大家都剪了，你也剪一个图图彩头呗。
花姐姐，我也想哥哥。呀！大小，哎，衙内，发什么呆呢？压呀！哎，总是赌钱也没什么意思。我这儿有个新鲜玩意儿，哎，你们看看，这个呀叫象戏，刚学的玩法。呀，快点，是不是玩不起啊？来了，嚯，衙内，你输了。哎，这个点儿，春柳楼的梅娘该跳舞了，来看看去。走着，走着，走，走。这上面刻了字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看你伤好了没。好了。你上回给我那个药还挺管用的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之前没见过。就是一种游戏，2个人玩的。没人陪你玩啊？谁说没人陪我玩了？那些人刚走。我陪你玩呗，你教我。还是算了吧，你赶紧回家吧，免得到时候你家里人又来揍我。我哥哥已经很久没回家了，打不到你。你哥干嘛去了？不知道，我好想他呀。这个呢叫象戏，很难的。我先说好啊，我就教1次，学不会就算了。巧了，我一学就会。哎，芍药，你是花家的什么人啊？不知道，反正花姐姐说了，我就是花家的人。太母也说了，我就是投生错了，本就应该生来给她做孙女的。花姐姐，怎么了？你知道象戏吗？知道啊。我学会玩象戏了，这么厉害。这是婶儿送给我的，她为了谢谢我送她的药。花姐姐，你陪我玩象戏呗。我得先把这个写完，你先去找鲍夏吧。鲍夏姐姐，陪我玩象戏吧。我不会，这东西听说特别难。我教你。不用，我那啥，我口渴了，喝点水去啊。我找别人玩。姑娘，福东新做了一批蜜糕，加了桂花的，您尝尝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味道不错。哎，你送一盒去给秦姨娘，枣树巷的沈七也送上1份，再多备上几份送去七秀司。七秀司也送啊？七秀司得多送几份，别只让头头们吃到，下人们没有吃到，咱们不差这点钱。好吧，那我把鲍夏叫上一块儿，那地方太吓人了。姑娘，你吃。
秦姨娘，姑娘让我给你带点东西来，这盒糕你趁热尝尝。这些钱给你平日里花，还有些衣服，回头你试试合不合身。哎，家里人可还好？都好。秦姑娘在家可还哭？还有李哥。姨娘如今已经在外头了，还是少操些孩子们的闲心吧。左右2夫人、3夫人都会照管的，放心吧。我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干嘛呢？这是给我们送的点心吗？这是我们姑娘让我们送来犒劳各位的。哥，你吃俩吧。哎，只见过朝咱门口扔石头的，第一次见给咱送点心的哈。哎，干嘛呢？哎呀，往下。陈哥啊，花家给咱送点心来了。哦，我还是以为是什么稀罕物件呢。不稀罕就别吃了。我还怕有毒呢。我就专毒死你一个！你怎么那么金贵呢？你人辛辛苦苦做的，就在那块叨叨叨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来，都来啊，人手一份儿，咱不能辜负花夏姑娘的一份心。大家都来。哎，宝夏，你就走了？我再带你玩会儿啊。常来呀！哎呀。哎，陈哥，你怎么拿2份啊？小屁孩什么都不懂，给别人带的。我是。姑娘，来喝茶。你去七秀司可有见着什么熟人没？看见了呀，就是那个一脸坏相，当初从老爷身上搜出银子那个大傻瓜。啊，还有一个圆脸大胖子。姑娘，大姑奶奶又来了，还把宋家男人也带来了。这大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！上回在老祖宗屋里叫得满院子都能听见，今儿像个没事人一样，还能领着人上门。上回没要成人，肯定不死心。我看纸姑娘已经进去了。这儿到底是个姑娘，还是晚辈？怕是要吃亏。走吧，既然贵婿登门，咱们做媳妇的也该帮着带一带客。哎，你就别去了，免得气出个好歹。回去吧。侄儿你在正好。上回我来呀，是想抬你房里福东那丫头进门做姨娘的。今日你在，正好做个主，让她现在就过来，也让你姑父呀仔细瞧瞧。前几日倒是在你家铺子里匆忙见过一面，人多，瞧得不大真切。姑母，福东正在厨房里忙，恐怕不得空。不过是一个丫头，竟被你们当宝贝疙瘩似的供着，现在连见一见都不行了。这是哪里的话？这福东啊，是我母亲买来的。若是姑母想买了去，我总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吧？我来给姑母算笔账。福东单说这个月就做出了7样点心，刨去用料工费，每日能挣个15贯左右。这1月下来就是450贯，还不算以前做的点心。若是姑父想要纳她入门，再怎么样也得拿出1年的力来当聘礼，这生意才好谈啊！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张口闭口都是钱，你就不怕败了我们花家的名声？哎呦，大姑奶奶这话说的，我们花家如今啊，还有什么名声啊？除了靠着几间铺子日进斗金，其他一概没有了。大姑奶奶来我们家可要小心呐，千万别连累了你们的声名，还有清白啊。照理说呢，这姑奶奶的事儿，我们当儿媳妇的本不该插嘴。但是姑奶奶有一句话说的不错，千万不能坏了花家的名声。
这让侄女的人去给姑父当小妾，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成了皇都的笑柄？大姑奶奶有所不知，福东虽然是侄儿的人，可如今已经烧了气，是自由身，硬气得很。莫说你呀，连我也管不了他呀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这就是你嫡长女的脸面。程佐，程佐，程佐！哎呀，要扶您起来吗？哼！母亲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一屋子的人，就欺负我一个呀！你们害死我了！好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现在整个花家是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当家做主了，是吗？竟让我这个大姑奶奶没了立足之地。行，那我走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风光到几时！一门的势利鬼！程佐，都回吧，我乏了。老夫人，您咳血了。别声张，别吓着纸丫头。没事，没事。孙安，这几日学的怎么样？没给舅妈们添麻烦吧？没有，母亲。哎，这给我来拿吧。您快去看看老夫人。呀，你怎么悄没声的就来了？还带了这么些东西？先下去收拾啊。嗯。嫂子，来。我听说近日母亲身体不太好，我不便出门。这钱拿着，替我买些补品啊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知道，这几日啊，家里的日子好多了，但是毕竟都是女人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还要拉扯着孩子。这钱啊，你先收着，好歹补贴些，也算全了我一份心意，好吗？你能有多少梯级钱呀？当初老祖宗给你的嫁妆，都叫他们家占用了。再说，你身上这衫子都穿了多少年，头上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，这钱我是不会拿的，你自己拿回去用。再说，你来都来了，便去看看老祖宗，他看见你也宽心啊。不，我今天不能见母亲，这钱你先收着啊。哎呀，你来嘛！哎呀，那畜生又打你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是我前2天摔了跟头磕的。这要是让母亲瞧见了，她不得伤心啊。过2天我伤好了，我再去见她。啊，你就是心肠太软了，才叫人把脚都踩到你头上去了。给，三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二姑奶奶给的。日子都过成这样了，还惦记着老夫人呢。三婶，你同我说说，这二姑奶奶到底是怎么了？年轻的时候有眼无珠，嫁了个畜生，每回回来衣裳里都是伤。是那杨家人干的吗？我去问问。哎，傻丫头，你别去。哎呀，她要面子，而且只有随安一个孩子，这家丑外扬，随安还怎么念书啊？她自己不愿意争，咱们干为她着急也没用啊。你给她捅出去啊，反倒让她为难呢。柏林，你过来。姐，三婶子，
这些钱你拿着。你同随安相熟，又知道他的身量，你去给他买一些衣裳鞋袜，你就只说是你娘做了，但是长短不合适才送给他的，明白了？去吧。这丫头，我看你是越来越有样子了。关相，你敢给我吃馊饭啊？夫人多担待，老爷说了，让你这几日就将主屋腾出来。陈姨娘有了身子，还等着要住呢。丞相，丞相，来，让老爷我香一个。老爷挺听话。你猪狗不如的杀人鬼！母亲怎么又惹了父亲？浩儿，你听不见吗？现在反倒要来怪我。当年我们花家得势的时候，对我是百依百顺，现在花家倒了势了，你看看他们一个二个的如何刻薄我的。现在那贱人已经怀了你父亲的种，到时候这宋家的家业能不能落在你头上还不一定呢。你留不住爹，我发什么火？最后受牵连的还是我。说到底，都怪花痴那个贱丫头。若她痛快将福东给了我，顺了你父亲的意，又怎会将我作践到如此地步？花痴啊花痴，咱们走着瞧。金姨娘，杨掌柜，昨晚又哭了一宿吧？哎，我这儿有一盒香粉，你拿去，遮一遮，眼睛都肿了。哎，不是，杨掌柜，不是，没事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不必多言，赶紧走。下次再让我瞧见你，定不轻饶。夫人，还不快走！秦姨娘，杨掌柜，杨掌柜，我的心跟刀割似的，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。儿也罢，女也罢，都是替别人生的，我自己什么都没有。秦娘子，一醉解千愁。我看你这今儿风也大，要不我陪娘子喝几杯，暖暖身子啊。姨娘，这些菜啊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也不知合不合姨娘胃口。骨肉生理，认识山珍海味，也难下咽啊。也只有杨掌柜你，还关心我有没有胃口。娘子啊，你还年轻呢，何必这样自苦啊？这样挨日子，生活就没有盼头了。娘子，话呀不是这样说。我听说，娘子的生气已经烧了，那只要娘子愿意在家，自然有正头娘子可当了。到时候
再生个一儿半女。不，我走了。娘子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不就是你的屋子吗？我。娘子啊，在这皇都里呢，也是孤身一人，冷锅冷灶的，这和娘子刚好是同病相怜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娘子，你怎么了？娘子，不行，你晕了，不行！扶娘子进屋里休息。不行，掌柜，不行！不可以，掌柜！不可以，掌柜，不可以，掌柜，不可以！不可以，掌柜！是什么罪名啊！大姑奶奶饶命啊！大姑奶奶，杨掌柜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把我们华家放在眼里了。大姑奶奶饶命！大姑奶奶饶命！大姑奶奶，你饶命啊！万万不能将此事说出去，三夫人知道，一定会杀了我的，我就没命了。大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姑奶奶。大姑奶奶，大姑奶奶，罢了。说到底，我们也都是花家人。如今发生了这等事，我自然是要救你的。若想活命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你怎么又来了？钟叔，那个二夫人在家吗？二夫人一早就出门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嘿，哎，你干嘛的？哎，你晨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宇宙洪荒，寒来。李哥，李哥吃点心喽。来，李哥，先吃点，一会儿再写啊。看这走线都是歪的，直着点儿。呀，钱姨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姑娘可在房里？呀，大姑娘一早就去西山看苹果去了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不前些日子刚发了点月钱吗？我给大姑娘买了一些小玩意儿，想谢谢她这些日子照顾我。姨娘可真是有心了，那您给我吧，我回头交给她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我还是想亲手交给姑娘才好。那我不知道她几时回来呀？您若是等得了，就在这儿等会儿；若是店里边还有事儿，您就给我，我回头一定告诉姑娘是姨娘给的。谢谢。我还是等一会儿吧。行，坐会儿。哦，不了啊！你忙。这对吗？哎呀，我怕是晌午吃坏肚子了，我想上工房。姨娘，你若是疼得厉害，就回西院上去吧。来不及了，我疼得厉害。不能上西院上，二夫人跟伯里在呢，万一出事就坏了。姨娘，那头呢？真是个职场的，跑得还挺快。
可不是嘛。快看我新绣的虎头鞋，也不知道四夫人肚子里是个姑娘还是哥。大姑娘为了这个家，耗尽了心力。秦姨娘坏了规矩，自然不能留在府里。如今是我当家，该由我说了算。这越秀小馆如今是咱们的大主播，那掌柜的向我讨了好几次，要一个机灵的人。我看秦姨娘就正合适。秦姨娘，你在姑娘房间里边做什么呢？藏的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，我看看，我没有。你快来人呐！快来抓贼呀！快来人呐！快来抓贼呀！有人偷东西！你别想走！给我站住！快来人！赶紧的走！出什么事了？啊，姑娘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他今日就在那儿鬼鬼祟祟的，借着出宫的机会来你房间里面偷东西，偷的还是这个。你说你偷它干什么呀？你能穿上啊？秦姨娘，你偷这个做什么？大姑娘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是我伤了心。大姑娘，出什么事了？鲍夏听错了，没什么事儿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没事就好。您跟我妈客气什么呀？都散了吧啊！大姑娘，把门带上。没事就好。您跟我妈客气什么呀？都散了吧啊！大姑娘，你为何不叫他们把我报官？秦姨娘，现在这屋里只有我们3个人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哪有什么难处啊？是我自己做了没良心的事，都怪我自个儿。鲍夏，扶起来。哎，你说他们商量什么呢？嗨，多半是秦姨娘想求了芷姑娘让她住回来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什么？不是，我刚刚一开始听见鲍夏喊了一嗓子，该不会是秦姨娘偷东西了吧？偷东西？她能偷什么呀？偷什么？秦姨娘，偷肚兜的办法必定不是你想的，谁教你的？是大姑奶奶。大姑奶奶？关大姑奶奶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若在这儿信口栽赃，我真带你去报官啊！先让她说完。他说，我要是能把姑娘的肚兜交给他，通奸之人就变成了姑娘。通奸？别让人听见。可他能偷什么呀？不知道看什么呢？一个个的没活干啊！回干活去。你这话说的倒是蹊跷了，什么叫做通奸之人就变成了我？谁是这通奸之人？是我。秦姨娘，你把这事情的首尾明明白白的告诉我，若是能担，我跟你一起担；你若还是瞒着我，那水里火里你自己去。你想明白？
我都说，大姑娘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呀，大姑娘。原来是这样，他竟设计了这样的毒计来害我。我家姑娘还是未出阁的女儿家，若是真被你跟大姑奶奶陷害了，你让她以后怎么活呀？你这是让姑娘死啊！不行，你现在就去跟老夫人跟我说清楚。殿下，你给我去见老夫人去，走走走，快点！不，我不去，走，去找老夫人，去找老夫人去。我不能走，我不能去，大姑娘，大姑娘。大姑奶奶说了，我要是不能把豆豆交给杨掌柜，他就定会把此事闹传的，让我活不成，横竖都活不成。你何苦让我是老夫人呢？丢尽颜面呢？更何况孩子还在家里呢。先别哭了，这事情总有办法的。那有什么法子呢？是，哎，高香，拉住他！哎，娘，娘。我死了，你就清静了，连脸都不要了，秀着都丢尽了，还怕活着吗？你死了闹干净，我和婆离可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活呀？娘，你别死啊！李哥，我不想要你死，娘！你叫我什么？娘，你别死了，我不想让你死。哎，孩子，娘的心头肉，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我娘这次是犯下了大错，可是她这许多年还有何等好过过？我知道，我猜得出，但凡外面有人对她好一点，她肯定就会想到这个当。这姐姐，你就看在我和伯里的份上，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我何时说了不让他？我的孩子。迎春，我吩咐你的事情都交代好了吧？嗯，方才在场的丫鬟和护院都交代过了，你哥叫娘的事儿绝不能让二夫人知道，谁敢泄露出半个字儿，立刻撵出去。秦姨娘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什么你跟杨掌柜才相会片刻，大姑奶奶就会知道？说来也怪，平日里我酒量不错的，那天我就喝了一杯就倒下了，
还是那酒里有什么东西。那个畜生，他算计我，他是个不得好死的东西。掌柜的，有个丫头让我把这东西给您。丫头人呢？走了。我问她替谁送的，她说您有数。啊，下去。没想到这婆娘可以啊，手脚挺利索的，还真给她搞到了。哎，堵兜了。那丫头防范甚严，奴无从下手。姑奶奶跟前实难交代，思来想去已无活路。奴原攒下一包金银细软，共有100贯之数，为今之计总为上策。你若有意，子时3刻于东院墙下候着。钱。鸟鸣3声，奴便将细软打墙上丢过，图你远走高飞，成夫妇之好。奴一片真心托付于你，万勿失约。这徐娘虽老，可钱不会老啊，大不了半路上结果了呢。一个淘气人，谁会追究呢？我是掌柜，这就是你！哎呦，打错人了！我不是贼呀！哎呦，我不是贼，我不是贼！别打了，爷爷们！哎呀，我不是。大姑娘，我不是贼啊，搞错了。好啊，你个贱人，你下坑让我钻了你！你还敢！你个狗东西！你！杨有德，你私闯主家偷窃财物，潜逃之时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不过呢，我就先不报官了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不想惊扰他人，先带回柴房到天亮。说不定这天亮之后啊，咱们杨掌柜就畏罪自尽了。呀，那死在屋里边得多臭啊！直接扔了吧，姑娘。虽然到时候咱们花家得担一些干系，但毕竟是失窃的苦主，也情有可原。再说了，咱们家那么大的罪都犯过了，这小小的逆贼死在家中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算不了什么呀。想明白就给我从实招来，不然让你死得不明不白。带回去。大姑娘，我保证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啊。那既然是大姑奶奶设的计，你那些药又从何而来？也是大姑奶奶给的。她相公不是开生药铺的吗？要什么药没有啊？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开门，老爷，老爷，废物，废物！老爷，小的们实在没法来啊，那些官差二话不说进来就搜，
转眼的功夫就把那些药全都搜出来了。官爷们说，大青绿3令5申那些个东西通通不准在药铺子里贩卖，然后就把药给缴了，铺子也给封了。听说过几日还要提审。平日里该打点的也没少打点呀，早不来搜，晚不来搜，偏偏这个时候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对，老爷，我听对门的伙计说，一大清早看见花家的人进了衙门。花家？莫非是他们跟我作对？可他家又是怎么知道咱们铺子里的事儿？老爷明察，咱们铺子不曾大拉拉的摊开来卖，向来都只是悄悄的给那几个熟客，从未出过纰漏啊。那个老爷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。有话就说。约莫3、5日之前，夫人到铺子里要饭头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贱人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我扒了你的皮！程祖啊，你还有脸吃？贱人，敢败坏我的家业！官人，有什么话您说清楚呀？为什么上来就打呀？花家真是一门猪狗！说，谁去告发老子的店铺卖春药？妾身不知情啊！不知情？我让你不知情！现在铺子被查封了，什么时候的解封还不知道？街坊4连开的差人进进出出。你说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？不知情，我真的不知情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花池那个贱人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要是老子的铺子赔进去，整个花家卖了都赔不起。贱人，吃我宋家饭，砸我宋家碗，给我滚出宋家！所以这些药祖母要一直用下去，是不是？但太母不能生气，生气的话吃药也吃不好。姑娘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大姑奶奶又来了！啊，芍药，你拿着这些药去厨房，告诉福东怎么煎啊。我看他那神气跟发了疯似的，我们好几个人拦他都没拦住。在哪儿？往老夫人房间去了。哎呀，你看看我的脸，啊！你再看看我的手，都是你家花纸那个小贱人挑唆我家官人打的我。大姑奶奶，你自己做下的孽，同老夫人在这叫嚷有什么用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大姑母，你有什么事情同我说，祖母身体不好。怎么？你还怕让老夫人知道你干的好事儿啊？你能干出来，你还怕我嚷出来啊？华夏叫人，慢着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。近几日，这府里上上下下、鬼鬼祟祟、嘀嘀咕咕、哭的哭、闹的闹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瞒得我密不透风。芷儿，你说。祖母，等大姑母回家以后，我再慢慢同你讲。怎么？当我面你还没脸说了？行。那我说，娘，闭嘴！走开！娘，你家姨娘吃了春药，同越秀小馆掌柜的通了奸，让我拿了个正着。她为了栽赃嫁祸，去偷人家花纸的肚兜，结果没成想笨手笨脚的没偷成。你这孙女儿啊，年纪小，心肠倒是歹毒。伙同那贱人使了仙人跳，把人家掌柜的绑来严刑拷打，叫他攀咬我家官人，私贩春药。我说的您听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您的好孙女儿。祖母不是这样的。芷儿，你的人品行事，我从不猜疑。我只是没想到我辛辛苦苦诞下又亲手养大的女儿，
竟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儿来。要歹徒，你们若真的得逞了，你让你的侄女怎么活？你还知道她是我侄女啊？你为何不曾替我考虑考虑啊？我不过是要一个丫鬟，猫狗一般的玩意儿，他给我推三阻四，让我在宋家没了脸面，没有了立足之地。若不是你们带累，我何至于在宋家受尽如此折磨呀？啊！你看看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们一个都别想好过。如此说来，是我做了孽，把你宠成如此这般骄横。我骄横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老太婆，事到如今，是你自食恶果。把祖母带下去休息。是。现在这花家所有人都拿你这蹄子当救命稻草呢，是吗？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。不要以为你们用一点小手段、小伎俩就可以东山再起了。你们把我一人推入那死地，自己关起门来美滋滋的过日子啊！既然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，那我今天还把话给你们撂在这儿了。我姓花，只要我活一天，我就会诅咒你，诅咒你，我诅咒你们所有人，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等到团圆的那天。老爷子早就该死了，你这老太婆也应该先去阴曹地府去趟趟路。你想是什么？混账！给我滚！都给我等着！祖母，你快去叫大夫，你去把芍药找来。不是。大夫，花大姑娘，恕老夫直言两句。自贵府大厦倾颓，老夫人连番大悲大怒，早已伤了根本。纵有良方，也是难为天命啊！大夫，不管什么法子，求求你再救救老夫人，求你了。大姑娘，老夫人天命已尽，已经药石罔效，何必再苦苦相留，平添苦楚呢？告辞。我什么法子都用过了，我们还是救不了。我们快进去，我们快走，我们进。老夫人这会儿太虚弱了，各位夫人还是不要进去了，好好让她休息一会儿。大姑娘，老夫人单独想见你。
祖母，大夫说让你吃些药，休养休养，就好了，啊？祖母听你的，喝药，休养。祖母，对不起啊。华家这房业，我长了40年了，如今交给你。交给你，我放心。祖母，你把这个交给我，我答应了。但是你能不能再陪陪我？我觉得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还想让你教我呢。祖母也想，可是总有这一天，那看似不可能的事儿，那看似难以上青天的事，祖母相信，有一天，你一定能行。我会的。有一天呢，我会把祖父他们都接回来，咱们把他们全部都赎回来。我们搬到老华宅里，继续做饭、绣花。我都看到那个情形了，好多的人，真热。祖母对不起你，把这千斤的重担都压到你身上了。能原谅祖母？我想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也是满肚情丝，浮生如云，转眼变白。遇到中意的人，莫要错过。那天天空正好，我坐在马背上，看见你祖父了。他那么年轻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再也见不到他。我的侄儿真好看。祖母，祖母，你出去玩呀？祖母，谢谢祖母。祖母，祖母，你醒醒！
姑娘，你哭出来吧。我没有功夫哭。祖母走得这么急，我必须要给她做一件体面的身后事。我还要有仇报仇。不是这么剪的，剪这儿，看清楚再下剪刀。好了，算了，让我来剪吧。你去看看朵儿去哪儿了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再陪你一会儿吧。娘，你去哪儿了？娘，家里为什么多了个大木匣子？我看到祖母躺在里面睡觉呢，他们还用盖子把它盖住。宝珠姐姐她不让我看，也不让我去叫祖母，那匣子里多冷啊！朵儿，我带你去睡觉好不好？可是，祖母……儿，祖母走了，我以后再也没有祖母了。你要乖乖的，不要让她挂心，好不好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要祖母，我要祖母，我要祖母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夫人，天色不早了，这些活儿我来干，您休息吧。别管我，去瞧瞧李哥吧，哭了一天，这心里肯定难受着。快去。嗯。芍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阿婶子，是我的，怎么了？来，阿婶子，是我的错，我才没有。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我还是害得他们走了。我让大家这么难过都是我。傻孩子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不怪你啊！来，看你。
站住！一声不吭就走，还知道回来？爹，你这又是要跑去哪里？今日花府送殡，我去送一送花老夫人。这份电衣是从库房拿的，只当是我借的，日后照价偿还家里。不许去！你是不是糊涂了？都什么时节了，你还送上门，给你老子送把柄！爹，死生大事难道还要避嫌吗？你也知道是大事。献王在这朝中内外，有多少人我盯着？今日，谁敢去花家吊唁？献王在意不在意我不清楚，您拿献王做借口，我看得倒是分明。知道他华一正为何被抄了家，落了个全图流血的下场，不就是在献王惠王之间骑墙不定吗？您岂可如此颠倒黑白？先生中耿听政，不愿见皇子争斗朝臣阶的，这才遭此劫难。是，当初献王惠王向他示好，他一概不予理会，偏要做那个不识时务的蠢人。结果呢，一朝失去圣心，谁会出来保他？父亲，我在这个家住了20年，从来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薄情寡义的门庭。先生落难，您与花家一刀两断。倘若将来我也做了那样不识时务的蠢人，您应该也会与我一刀两断吧？好，你说的真好。你要做君子是吧？那就出去做你的君子。我沈家龌龊门庭，容不下你这个清流。滚！妻儿不孝。哥，哎，哥，我大老远就听见你跟爹吵架了，怎么了？花家谁没了？花老夫人，你不认得？我认得，他同我提起过。真是难为咱姑娘了，头一回主理丧事，事事都办得妥帖周全，还真是世态炎凉，连个送殡的宾客都没有。如今咱家落寞了，老夫人没了，一个个的都跟缩头乌龟似的，门儿都不进。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。迎春，快去告诉姑娘，沈家郎君来了。沈家？沈大郎是亲手拿着祭礼走着来的。花枝，节哀，我看你都憔悴了许多。多谢奶送我祖母最后一程，但是要感谢的又何止是今日之恩，只怕花枝此生都难以回报。花府没抄之前，我从没想到世事竟如此焦薄，人心亦污浊到我不愿相信。到如今，我才明白了。世道就是如此，有你这样的赤诚君子，就会有万恶不赦的小人。花枝，我先告辞了。
这一看就是大户人家。太后驾到，众人退避。谁来了？太后，是宫里的太后吗？婉妹妹呀，没想到你我再见，竟是这般情形了。当年你出嫁时，我没能去送你，我在心里多次给你赔不是。从今往后，不用再跟你赔罪了。40年呐，恍如一梦。太后来咱们家做什么呀？老太爷都被流放了。祖母年少时和太后是闺中密友，你是花家大姑娘。是。你长得跟你祖母年轻时一点儿也不像。不过，这3分神色倒是和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花家上下福蒙圣慈垂怜，方得栖身之所。祖母在世，无时不纪念在心。今日圣慈浩荡，花只诚惶诚恐，多谢太后恩典。还有你们这一大家子人，可真好啊！朝夕相伴，患难相逢，令人羡慕，比我家好多了。这些人，先前都缩得远远的，不敢进来，搞得咱家像什么龙潭虎穴似的。如今太后娘娘的殿仪送进来了，一个个又怕自己跑得跟不上别人。是啊，这些见风使舵的东西，呸！
别哭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太伯，芍药来了。这是我朋友，他救过我的，是好人，他叫……太母，我叫沈焕，是芍药的朋友。您之前还没见过。太伯，我会一直记得您的，就像我记得我娘一样。不会忘的。你要是想芍药了，就来芍药梦里看看我，我们一起吃汤，一起我给你念诗，我好吃，甜。先回去吧，我陪陪他。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，他还不知道呢。姑娘，二姑奶奶来了。贤儿，孙子，我来晚了，我来晚了。走，进去再说。来。知姐姐，我母亲她来时说，今夜定要在这儿为老夫人守灵。我想，我也不回去了，您就允准我在这儿和表弟们一块打理吧。弟弟们都小，一转一天，只怕受不住的。难为二姑母和你这份心了，祖母在天之灵一定会看见的。这二姑奶奶都来了，大姑奶奶一个嫡亲的女儿，到现在都没个信。可不是嘛，夫人们府上都来人了。就连沈郎君都来了，这大姑奶奶有什么不来的道理呢？去把柏林叫来。嗯。二姑母，你们先进去吧。好。柏林，姐，如今你是花家最大的男丁，祖母不在了，你该代表花家去向大姑母报丧。我这就去。死了？怎么就死了呢？我不就说了他两句吗？他怎么就死了？这下糟了！我若是去吊唁，花纸那个小贱人肯定要跟我算账。到时候在灵前闹起来可就不好看了。怎么办？对，不打了。
我不能去，我不能去，我不能去，我坚决不能去。老爷，这人不到，礼也不到，不大好吧？有什么好不好的呀？他花家的好处，何时有一分落在我的头上？讨他个丫鬟还推三阻四的，给脸不要脸，哪里来的铂金给他？还有花枝这个死丫头，敢报官让老爷我吃暗亏，我倒要看看她是几时死，死个老太婆算什么？老爷我希望的是，她花家死绝。祖母病故，侄儿花柏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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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去看看何人喧哗，能打走便打走。老爷是。老爷，花家的小公子在咱门口报丧呢。老爷，老太太可是咱们夫人的亲娘啊，这要是被人举告个不孝的罪名，恐怕少爷日后的科举也……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此事倒是难办。姑父姑母为何不敢开门？祖母病故，侄儿花柏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。侄儿花柏林向姑父姑母报丧。你们围在我府前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你自己家的糟烂事，自己解决。哼！别人宅子面前鬼哭狼嚎什么呀？这不是出来了吗？怎么说话呢？这个人还不快给你大姑母带路！徐姐姐，人带来了，你先进去吧。我来给母亲吊丧，你挡在这儿做什么？让开！大姑母可算是来了，花家屋檐小，容不下你宋夫人。你就在这外面替老夫人守灵。什么？在外头？我遵老夫人的遗愿，不准你再踏进花家一步。但你一片孝心，我也不能不允。所以在这外面跪着也是一样的。我不干！我不干！他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他凭什么让我在外面守灵？那日你抢在老夫人面前大话，添油加醋，颠倒黑白。侄女可没有你这么黑的心肠。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如实回答。这是在外面，你闭嘴吧！你不要我们花家的名声了吗？你为了讨好大姑父，强抢我家丫鬟，3番5次的上门闹事，害得祖母一病不起。你见害人不成就口出秽言，耍泼耍横，害得老夫人吐血而亡。像你这般行径，你配叫做人吗？我让你跪在这里替你的亲生母亲守灵，难道有什么过分之处？对呀，就该在外边跪着的。就是他干的这种，太过分了！怎么还有这样的呀？还在外边跪着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敢信口雌黄？你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证据在此，你不会不认识你们宋家药铺的东西了吧？你拿出这等污秽之物害人，你配进我花家大门吗？哎，大伙儿都知道吗？这宋家药铺啊，前几日就封了。听说
正是因为他手中这个，这宋家娘子妻子亲娘还不算啊，居然还干出这等龌龊事儿来！是啊，这太不要脸了！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是拿娘家丫鬟当小老婆讨好夫家呢！真下贱！讲出这样的事儿，真是不要脸！行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。骗人！你出来！快出来！大姑娘话说的倒是堂皇，怎么不敢当着问问她呀？你说我们宋家的不是，你们花家就干净吗？你问问你们花家这位姨娘，在外面都干了什么好事儿啊？把她带进去。我们说，你出来自己说！这不要脸的东西，你们这养出淫妇的阿家门楣！快走！娘，娘，是你，你害了人，你还想大打一耙？你闭嘴吧你！别打了，老娘这辈子挨过许多打，就你不配动老娘一根汗毛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谁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！你回来了！老娘就是豁出命去了，也得出这口恶气！疯了吧你！你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娘没事。你居然敢动我的女儿，我杀了你！姨娘，快带回去休息。姨娘，各位听我一言，宋家夫人今日的所作所为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而我花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无愧于心，不畏人言。花竟为夫作伥，蓄意辱没花家的名声，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。我花芷今日以花家当家的身份，替祖父和祖母清理门户，请各位为我做个见证。花静及其子女，今日起与花家恩断义绝，从此以后，他们家的事情与花家再无干系。好。世子，禁足10日已满，陛下看见来了。世子，起来吧，禁足这段日子身子无大碍吧？臣无妨。还不起来？这是怪伯父罚错了？臣不敢。燕西，你若再这样，我让你这辈子都踏不出圣阁半步！快起来！世子，快将起！听说这段时日都是不吃不喝，看看瘦成什么样了。过来，吃口东西。燕西，还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每次不高兴，都是伯父哄的。那时候
你还没这张桌子高。你母亲走得早，你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，这说明了你的至纯至孝。你每次看到那几个皇子在母妃膝下淘气，就一个人闷闷不乐。伯父得用好几块栗子糕才能把你哄好。如今你长大了，栗子糕怕是哄不好了。皇伯父言重了。伯父只是希望你不要对伯父心存疏远之意。这里原本就是你的家，能经常来宫里看看我，陪我吃顿饭、说说话的，除了你，还有谁呀？侄儿知道了。我已下诏厚葬了你的母亲，封赏了她尚在世的亲族，也算是告慰了她的在天之灵。只是妍希，君臣父子是万古不易的道理。回家去吧，陪你父亲好好说说话。那件事儿就翻过去吧。伯父都能跟你服软，你就不能跟你父亲服个软吗？皇伯父，你要听话。是。长青，奴婢在。你觉得燕西委屈吗？世子对灵王殿下，恐怕难以释怀。当年灵王做下了这件事，朕不戳破，他便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如今燕西把旧事捅破了，也是好事。欠下的账，你终归要还的。何况，燕西是朕养大的。如今燕西受了委屈，那朕就替他讨个公道。祖母，你这一撒手，我就再也没有人可以依傍了。逆子，这次父亲没回玉青山躲着，没有了整日在我耳边唠唠叨叨的夫人，待在这王府，和玉青山有什么区别？是。王府里虽有几条人命，可那茫茫一座山，人命恐怕也不少。看来让你在宫里受罚，你还是心里不服啊！服？我岂敢不服啊！君要臣死，夫要妇随，都在纲常之内。普天之下，谁又能说个不字？明白就好。是。刘安杀妻，张巡杀妾，照样无损他们千古立命。不过实在好奇，妇人向来以生子为荣，可却不怎么听说他们的好儿子帮他们手刃了仇人呢？你在圣阁静思，就琢磨出个这个来？父亲，虽说你跟我母亲缘分浅了些，可到底也是少年结发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起过他？
看来是没用了。你不会已经忘了他了吧？你母亲的自然是很美的。若说我母亲冷淡了些，那萧氏总归是一心一意的对你，相伴20余年了，一心都只扑在你身上。她死得这么惨，你又可曾想起过她？够了！你还提那个毒妇做什么？还嫌贵的不够？是我天真了。灵王殿下又怎会有一丝丝怜悯跟一丝丝悔意呢？你懂什么啊？如果为父是那种人弱之辈的话，那萧氏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吗？啊？这就叫负担。是疯人，可世上总有人是没有疯的。瞧瞧啊！我把你生得一表人才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却有副糊涂心肠。如果你心中没有君父的话，你将来就算娶妻生子的话，他们也不会以你为纲常的。我爱的人，只要爱我就好了，管那些纲常做什么？哎呀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竟然生出这么一个情种来。也好过你这般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无妻无子，一世孤独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无妻无子，孤身一人。你说得好啊，你说得好啊。可是喜儿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流的是顾家的血。我告诉你，顾家是生不出情种来的。顾家人一代一代的只会生出怪兽来。你真的以为这世间有女子会真心的爱上齐秀斯私使吗？不会有的。你以为这世上的女子会毫无私心的嫁到灵王府来吗？不会的。越是出身高贵，越是手握生杀予夺，就越没人敢真心的爱你。你看看，这些女子一个一个的生得如花似玉，她们选入进宫，嫁进王府来，哪一个有好下场的？我在你这么大的事，我早就看透了。人这一辈子就该无怨无求，才能够清净一生。而现在你呢？你还在这里糊里糊涂的做着你的春秋大梦。你生在顾家，就该知道这一辈子要的是什么。嘿嘿，头儿，您可回来了。这是花家来孝敬咱齐秀斯的。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这个放了有几天了，要不您就，别吃了。这是他送的。啊，是。只不过前些日子花老太太去世了，估计他们也没心思做这米糕了。开生药铺的宋家媳妇儿是花家的大小姐，上门闹了好几回，每回都鸡飞狗跳的。前日直接把花老太太活活气死了。花大姑娘最近的日子估计也不好过。叶先生，波林，你姐呢？姐姐守了一夜，我们来了，便要她回去睡了。
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有好多事想告诉你。好，你太累了，先睡一觉。等你睡醒，我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还是不了。我怕我睡一觉醒来，发现又是一场梦。花枝，所以现在就说吧。我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头一件，你真的叫燕西吗？燕西是我的名字，我姓顾。顾燕西，你是皇家子弟，那你为何去七秀寺做茶子？我不是七秀寺茶子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灵王世子，也是七秀寺司使。如今知道这事的人不超过10个。我该很荣幸吗？你来我家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上次我告诉过你，全是真话，我没有骗你。世子殿下，司使大人，所以抄我满门，流放我全家男丁的人是你，是我。害我被打10杖的人是你，是。把祖父的书稿推给我的人是你。带上你的书，滚吧。多谢。在凶徒手下救下我的人也是你。都是我。离开的这些日子，你都去哪儿了？忤逆灵王，被关在禁足了。那你又为何回来？昨夜解禁了，今天我就想来见你。其实你可以不告诉我这些的。你们七秀司司使想瞒的事情，我一介草民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知道。可我不想瞒着你，哪怕今后你都不再见我，或者和我入股。我不恨你，流放我祖父的人不是你，落井下石、欺凌讹诈的人不是你，我不会迁怒于你，我也不会对着你发泄，这点我想得明白。恨不恨是你的事情，我的确愧对于你。你确实愧对于我，那10杖我记住了。我这个人记仇的很，你以后可要对我好一些，不然我会要回来的。
么才回来？以后东哲不赶我走，我就不走了。烫吗？这么说起来，其实我们早就见过了。是啊。那年上元节，在我娘的院子里，你陪我看过星星。其实那日你问我灵王府的事情，我隐约就猜到了。只是你与当年相差甚远，我无法确定是你。还好你没认出是我，不然我哪有机会来你家领月签啊？抄家那日，你明明看到了我偷藏祖父的书稿，为何当时没有揭发我？因为当时你说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会有什么用？逃又能到哪儿去？这的确是天命，但我想，天命并非那般森严没有间隙。起码在我手里，这些书是可以逃掉的。那日你的血还滴在了祖父的手稿上。从此以后，我见到的燕先生，脸上就多了这道疤。这道疤是拜官家所赐的。臣愿永离北地，入七秀司，替陛下驱策。也不是，是我自己伤了自己。倘若花宫的书稿就此泯灭，对今世后世来说，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幸而有你，也幸而有你。哥哥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的花姐姐了。进来。问灵王爷安，世子差小的送点心来，给王爷赔不是。啊！王爷，是希儿给我买回来的点心，她都忙成这样了，还记得带点心回来呢。你看，他倒是知错了。殿下不是不知，世子脸皮薄，嘴上没软过的，所以奴婢才来替他开这个口。你从哪儿来啊？奴婢打宫里来。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姓祥。来来来，一路从宫里来，辛苦了，赏你吃一个。多谢皇爷。吃吧。好吃吗？回王爷，这猪味道可真不错，奴才还是头一回吃呢。来来来，这以后在宫里要多替我照顾着希儿点儿。是是。好，带他下去打个赏吧。多谢王爷。是王爷。
程慢着点，一定要当心啊。大姑娘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一个老婆子哪用得了那么多呢？祖母在时最爱重你，若她还在，只会嫌我准备的不够多。苏嬷嬷，你就留在花家安享天年不好吗？大姑娘，我知道您为了我好，可如今老夫人去了，我一个人留在皇都也没什么意思。到了我这把年纪，你就让我落叶归根吧。现在孝期已过，这件东西，这个簪子，老夫人从前常戴着，她病重的时候送给了我。你说，我一个土埋半截的人带走它做什么呢？我就借花献佛，把它转赠给你。多谢。